我老爸是个穿越者，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且坚持要实行一夫一妻制。这天太后不知道抽什么风，非要给我塞个小妈。嘿，这老妖婆，我老爸能惯着你吗？沈尚书，您倒是接旨啊！接不了，家里醋坛子容易翻，为了皇城消防安全，这人我不能要。沈大人，这是太后娘娘的恩典，崔家是名门望族，崔婉小姐知书达理，是为您沈家开枝散叶来的。看见门口那个肉团子了吗？那是我姑娘。哎呀，再来个小的，是想让我这上书府变成麻将桌啊？这是抗旨，要掉脑袋的。掉脑袋？太后舍得杀我？我死了，谁给她修园子？谁给皇上算烂账？王公公回去告诉太后，我沈世行这辈子如果纳妾，肯定是我脑子被驴踢了。王福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指着我老爸，你了半天，把圣旨往公桌上一摔，转身就走。走，老爸带你去买糖葫芦。老爸，娘要是知道你差点又多了个老婆，会不会从江南杀回来？唉，要是你娘能杀回来就好了。可惜她正忙着搞妇女解放运动的雏形，顾不上咱们爷俩。可没过多久，麻烦就上门了。太后直接把人送来了，下来一个美人，那就是崔婉。太后想用联姻把我老爸这个孤臣绑在她的战车上。太后一旨难违，崔婉不求名分，只求能侍奉大人左右，替姐姐尽孝道。老爸，他在用舆论绑架咱们，是个高手，比王府那种草包强多了。农农，去把你那只大黄牵出来。我迈着短腿跑去后院，不一会儿，我牵着龇牙咧嘴的大黄出来了。崔小姐，这狗有个毛病，它不咬人，但它能闻出人心里的味儿。心术不正的，或者身上带着算计味儿的，它就喜欢围着转。您这般金枝玉叶，要是被这畜生闻出了什么不对劲，神谋可解释不清。崔婉虽然极力维持端庄，但捏着帕子的手紧了紧。既是沈大人的爱犬，想必也是通人性的。崔婉这就去喂它，以示诚意。大黄猛地向前一扑，喷出一口热气。哎呀，崔小姐小心，她对心术不正的人特别敏感。崔婉眼底闪过一丝怨毒，忽然看向了我。这就是令儿小姐吧？真可爱。姐姐这里有糖，你要不要吃？我看着她手里的酥糖，心里冷笑。姐姐，这糖怎么有股耗子药味啊？老爸说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，吃了会翻白眼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他心里有鬼，被吓回去了。我老爸却更焦虑了，他在书房踱步，眼神不再是戏谑，而是深深的忌惮。农农，今天你那一嗓子虽然解气，但也把咱们推到了悬崖边上。崔家不会善罢甘休，那个崔婉心机深沉。怕什么？你不是大梁朝最聪明的脑袋吗？聪明顶个蛋用。农农，老爸以前那个世界，人是可以不跪的。老爸不想让你跪久了，膝盖就直不起来了。但这世道讲的是权势，是人情世故，是吃人不吐骨头。我那一套在这里是异类，在老爸的老家，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相爱，不是为了家族利益，更不是为了生孩子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谁也不是谁的附庸。老爸，你想娘了吧？是啊，你娘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当初要不是为了你娘，我早就不干这破官，带你当街溜子了。老爸，太后为什么非要给你塞人？因为我不贪钱不结党，只听皇上的话。太后觉得掌控不了我，那个崔婉就是她安插的眼睛。那怎么办？既然他们不讲武德，就别怪我用降维打击了。农农，明天开始，咱们家要搞企业化改革。第二天，我老爸请了病假，他在府里贴了张大红纸，写着《省府家政管理条例试行版》，内容很怪，比如非直系亲属入府需交保证金500两，还实行末位淘汰制，每月辞退表现不好的下人。最绝的是，他在门口设了个安检处，专门检查有没有人带违禁品、特制毒药、巫蛊娃娃和催情香。这哪是防小老婆，简直是防贼！崔家没死心，太后直接出手了。宫里传来口谕，宣我老爸进宫赴宴，名义上赏花，实则鸿门宴。太后特意点名要带上我。农农，记住了，进宫之后少说话，多吃东西。有人问你话，你就装傻。放心吧，老爸，装傻我是专业的。到了宫里，气氛果然压抑，满朝文武都在。太后坐在珠帘后，旁边是10岁的小皇帝，崔婉也在，坐在太后下手，眼圈红红的。
酒过3巡，太后开口了：“沈爱卿，哀家听说你家里养了条恶狗，把崔家小姐吓得不轻啊。”回太后，微臣家贫，只能养狗看家。那狗不懂事，回头微臣就把它炖了。沈爱卿，逆推3祖4，是不是对哀家有什么不满？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觉得，身为户部尚书，日夜为国库操劳，实在没精力应付后宅琐事。沈大人此言差矣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连家都齐不了，何谈治国？那且乃是常理，怎么到了沈大人这里就成了琐事？崔丞相说的对，既然要齐家，就得讲效率。微臣最近在户部推行一种新法子，叫 KPI 考核，也就是关键绩效指标。微臣觉得这法子也适用于后宅。微臣的夫人姜氏是经过多年考核的优秀管理者，她能把沈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创造经济效益。如果崔小姐要进门，按规矩得先过实习期，实习期3个月，期间要考核洗衣做饭、带孩子、种地喂猪各项技能。如果不合格，那就只能淘汰。荒谬！崔万是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做那些下贱活计？既然不能做，那他来我家干什么？当花瓶供着？不好意思，我家不缺花瓶，缺干活的。你这是诡辩，一派胡言！这是经济学，投入产出比不合理，这笔买卖我就不干。皇上，您说是不是？沈爱卿说的有理，朕的国库也没闲钱养闲人。太后的脸色黑得像锅底，宴会不欢而散。但我老爸没有赢。第2天，崔婉还是被一顶轿子抬进了我家侧门。太后的理由是，既然沈大人要考核，那就让崔婉去实习。崔婉这次开始玩阴的了，她每天换着花样给下人赏钱。她在府门口支了个粥棚，施粥行善，逢人就说：“沈大人清廉，这钱是我变卖嫁妆出的。”老爸，他这是在收买人心。我知道，他在逼我，想用舆论压死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他想当大善人，那就成全他。诺诺，去把全城所有的丐帮都请来。没问题，老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各位，听说崔小姐乐善好施，特意请大家来领钱。崔小姐说了，她嫁妆多的是，见者有份，每人10两。乞丐们欢呼震天，一拥而上。哎呀，崔小姐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刚才还说要为您积德呢，若是拿不出钱，岂不是欺骗乡里？混乱中，他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体面，此刻碎了一地。他狼狈地逃回了院子，连鞋都跑掉了一只。想当圣母，就得付出代价。然而，崔婉却还没死心。他开始在我老爸的书房外徘徊。我老爸故意把一些伪造的账本放在显眼处，上面记录着他贪污受贿的证据。崔婉果然上钩了。没过2天，我看见他偷偷潜入书房，抄录了那些账本。我老爸躲在暗处，手里拿着一个叫望远镜的管子。他看着崔婉的背影，笑得像只老狐狸。那他要是把这些交给太后，你不就完了？傻闺女，那些账本是用复式记账法写的，而且我还加了密，用的只有我自己懂的阿拉伯数字，他抄回去也是天书。再说了，那上面的内容，嘿嘿。我不懂老爸在坏笑什么，但我知道崔婉要倒霉了。果然，3天后，朝堂上炸了锅，御史台弹劾我老爸贪污巨款，证据就是崔婉送出的账本。太后大怒，下令彻查。大理寺的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，带走了我老爸。我当然不怕，因为我看见他被抓走时，在背后给我比了个耶。我老爸进了天牢，崔婉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这些都是赃物，要充公。崔阿姨，你就不怕我老爸回来？哼，回来？进了天牢的人还没见活着回来的。沈令，以后这沈府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乖乖听话，我也许还能赏口饭吃。把这只畜生也给我宰了！宝贝儿，受委屈没？没，老爸说这叫钓鱼执法。那死鬼就会搞这些弯弯绕。他人呢？在天牢吃牢饭呢。嘿，
你就是那个非要给我家老沈当小老婆的崔婉。我是太后赐婚的。哼，赐你个头！这是我家房契写的我的名字。沈世行就是个入赘的，他没资格纳妾，懂吗？这当然是假的，但我娘气场太强，没人敢质疑。这些钱够买你一身行头了，带着你的人滚！你敢羞辱我，我要告诉太后！去告，顺便告诉太后，江家这几年给国库捐的银子，要是断了，他那个万寿园就别想修了。娘收拾了一番，然后带我去了大理寺。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合规矩啊！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来看看我家那个犯人。老沈，老婆，你可算来了！这牢里的饭太难吃了，连盐都不放。沈世行，你长本事了啊！敢背着我招蜂引蝶！哎呦，冤枉啊！那是不可抗力，我是真清白的，我的身心都属于你。行了，别贫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搞定了。崔家贪污的证据，还有他们勾结外地走私的路线图都在这儿。不过这只是前菜，真正的大招是这个。这是宫廷门禁出入记录和太医院药材消耗大数据分析报告。崔婉想栽赃我，但我用的是科学。我调取了过去3个月宫门的进出记录，发现禁军统领魏霄进宫的时间和崔婉在宫里陪太后的时间有24次重合，而且都在偏僻的西院附近。我又查了太医院的废弃药渣记录，最近3个月宫里消耗的安胎类药材比往年同期多了3成，但宫里的娘娘们最近并没有喜讯。所有的数据交叉对比，结论只有一个：崔婉怀孕了。那孩子是谁的？根据魏孝的出勤表和崔婉的动向，除了皇上，就只有这位太后的亲侄子魏孝有机会。太后的侄女怀了太后侄子的孩子，却想赖在我老爸头上。第2天，我老爸被提审，太后亲自坐镇，一定要定我老爸的罪。沈世行，你贪污受贿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太后，微臣冤枉。那些账本其实是微臣写的小说大纲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那卷宗上分明清晰记录着金银的数目，那是人物的战斗力数值。微臣最近在构思一部武侠巨著，叫《斗破》，上面的数字是斗气值。够了，来人，把他拖出去斩了。慢着，大胆民妇竟敢擅闯朝堂！民妇有重要证据呈上，事关皇家颜面，还请太后平退左右。这是为萧统领和璀琬小姐的行动轨迹重合图，还有太医院安胎药流向的推算。这是什么妖术？这是统计学，数据不会撒谎，是不是真的？太后找个太医给崔婉把个脉就知道了。3个月了，再怎么遮也遮不住了。太后，您想让我沈世行当这个冤大头，替魏家养孩子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？家门不行，家门不行啊！微臣是个体面人，不想把事情做绝。只要太后收回懿旨，保证以后不再插手微臣的家事，这份数据微臣可以拦在肚子里。准奏。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，崔婉病逝了，其实是被送去了家庙。魏霄被调去了边疆，崔丞相告老还乡，我老爸官复原职，还得了不少赏赐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3口在院子里吃火锅。老爸，你真厉害，这招大数据捉奸太绝了。不是我厉害，是他们太贪，既想要权又想要钱，还管不住下半身。这种人在电视剧里活不过3集。行了，别嘚瑟了，这次也就是运气好。要是没查到资料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没查到，那就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哪一招？告诉全天下，我不娶。不过这件事还没完，太后虽然暂时妥协，但心里肯定恨死我了。以后我们在京城的日子恐怕更难过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辞官回江南，我有钱养得起你。吃软饭，那是我的终极理想。谁？看来有些人坐不住了。农农，看来你的童年生活注定不会平静了。日子看似恢复了平静，但我知道暗流涌动。没过几天，京城里开始流传一首童谣：沈家女，天生凤，得之可得天下。这他妈是谁造的谣？
这是要把奴奴往火坑里推啊！老爸，我是凤凰吗？我不像啊，我像个小脑斧。你是个屁的凤凰，这是捧杀。太后这招借刀杀人够毒。果然，第二天宫里又来人了。沈大人，恭喜啊！皇上听闻令爱聪慧过人，特旨选入宫中做长公主的伴读。如果不去呢？那是抗旨。沈大人，您也不想上次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吧？这次可没有第二个翠婉给您抓把柄了。我是个穿越者，也是个父亲，此刻却护不住自己的女儿。老爸，我去。没事的，妈妈。我去宫里，正好帮老爸看着那个小皇帝。而且，老爸教过我那么多现代知识，在宫里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。农农，这是微型袖箭，只要按这个扣子就能射出去，只有3发。你记住了，如果有人要害你，别管什么规矩，别管什么皇权，直接射他的喉咙。老爸，这是保命的。老爸只要你活着，要是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，老爸就把这大梁朝的天给捅个窟窿。我就这样进了宫，领路太监是张德海，太后老妖婆沈农农来了，我被带到崇文馆，此地实为皇家学堂。这就是沈家的神童。回太傅，学生沈令，今年5岁。听说你老爸不教你4书5经，既然进了宫，老夫出一题考考你：若有人借银10两，月息1分，利滚利，3年后需还多少？底下的小孩都开始拨算盘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。太傅，这题不用算。为何？因为借这种钱的人活不到3年。这种利滚利的利打滚，1年翻倍，3年就是本金的几10倍。借债的人要么卖儿卖女，要么上吊自杀，所以这笔账是一笔烂账。这是何道理？这叫风险控制。我老爸说，放贷不看抵押物和还款能力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太傅，我说的对吗？角落传来一声轻笑，那是小皇帝赵恒。算你机灵。第1堂课结束了，午膳时间，大家在偏殿吃饭，皇家伙食精致，去清汤寡水。长公主赵华带着几个女孩围过来。喂，沈令，听说你老爸是入赘的，那你不就是个野丫头吗？公主，我老爸说入赘那是勇敢，是为了真爱，不像你们，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活着多没意思。你吃的是什么？臭烘烘的。这是辣条，吃了能变漂亮，还能变聪明，可惜只有我有。给我尝尝。不给，除非你拿那个玉佩跟我换。又麻又辣，我这有一个玉赞，给我咸饭。我也想尝尝。陛下，这顿不要钱，算我请你的。好了，但是很爽，这个给你当回礼。成交。下午是琴艺课，赵华弹琴时，他的手肘故意向后一撞，撞翻了茶盏，滚烫的茶水泼向我的脸，我早有防备，头一偏躲开了，茶水泼湿裙角。哎呀，手滑了。沈令，你没事吧？你的裙子湿了，这可是云锦，你也配穿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开始表演。公主姐姐，都是农农不好，是农农坐得太近了。这裙子湿了不要紧，要是烫坏了公主的手，太后娘娘该多心疼啊！公主姐姐，你没烫着吧？要不要叫太医？长公主，沈小姐如此懂事，您这手滑的也太巧了。华儿，你太放肆了。皇帝是他，朕都看见了。擦擦，你是朕请来的客人，谁欺负你就是打朕的脸。我在宫里住了3天，我一直在观察赵恒。小皇帝赵恒过得很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苦。太后掌权，他是个傀儡，连多吃一口菜都要被张德海制止。第4天傍晚，我溜出崇文馆，我在假山林里迷了路，偶然发现假山深处有个隐蔽的山洞。我探头一看，赵恒正用木剑劈砍稻草人，稻草人上贴着崔王李等姓氏，他满头大汗，眼神凶狠。谁
谁在那儿？给我出来！陛下饶命！我只是个路过的，顺手在后院摘了几个李子，您可别把我当成刺客给劈了。想杀人，连这种招式可不行。他们都该死！他们想饿死朕，想废了朕，好换个更听话的傀儡上去。陛下，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而且你这种砍法只能砍稻草人。我老爸写过一个折子，是关于修水利的，您看过吗？水来了，如果你只想着用堤坝去堵，水越积越高，最后堤坝会塌，人会死。就像你现在的愤怒堵在心里，迟早会炸。德叔把水分流出去，引到该去的地方，还能灌溉农田。对付那些人也是一样，不能硬碰硬，要让他们互相斗，分化他们的势力，这叫借力打力。原来如此，沈农农，你懂得真多。我不懂，但我老爸懂。陛下，想不想学真正的本事？是能保命、能夺权的本事。想。我们搞个地下补习班，我当联络员，把问题传出去，让我老爸写答案，富贵险中求嘛。成交。成交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太后出招了。这次是奔着要命来的。清晨，张德海带禁军搜查我的房间。张公公，这是干什么？有人举报崇文馆内有人行巫蛊之术。人赃并获，带走。我被关进了报室，这里阴暗潮湿，只有老鼠作伴。我并不慌，我打开父亲进宫前给的锦囊，里面只有一张纸条。无论是谁栽赃你，就咬定是那个举报你的人干的。老爸，你真不讲理，但我喜欢。沈令，招了吧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哼！大人，这娃娃不是我的，是我看见张公公那天晚上偷偷塞进我床底下的。胡说！张公公是太后的人，就是因为他是太后的人，才方便下手啊。那天我还听见张公公自言自语，说太后要是倒了，他就能拿钱跑路了。他还说只要把我弄死，就能嫁祸给沈家，领好多赏钱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有证据。那天张公公塞娃娃时，我闻见他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香味，跟太后宫里丢的那盒龙涎香一模一样。太后宫里确实丢了东西，这是机密。其实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赌张德海手脚不干净，这事牵扯到太后红人，他不敢不查。只要一查就能查出别的。果然，事情闹到了太后那里。太后虽然恨我，但更恨背叛。结果搜出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勾结信件，张德海还是被杖毙了。我因年幼无知，加上赵恒拼死求情，被罚抄书。走出报室时，赵恒站在门口等我。朕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放心，祸害1000年。但我知道这一局只是险胜。我在崇文馆又赖了几天，整天除了吃就是睡。这晚月黑风高，我正趴在窗台数星星，忽然听见一阵轻微的咔嗒声，一只木头做的机关鸟歪歪扭扭飞进窗内，木鸟的肚子里塞着一张纸条。我抠出纸条，背面写着一行字：闺女，老爸已经在外面造势了。凤凰传言是我放出去的后半段，前半段是凤落沈家必有灾殃，若要化解，须得3样。既然要当扫把星，那就当个大的，非把这皇宫闹个天翻地覆不可。第二天，我去找了赵恒，陛下想不想出宫去吃好吃的？别想了，太后看得紧，朕连这道门都出不去。如果宫里闹瘟疫了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别乱来，那是要死人的。不是真瘟疫，是假的。这是我老爸找来的漆树粉，只要沾上一点，皮肤就会起红疹，看起来像天花。其实就是过敏，喝点绿豆汤洗个澡就好了。你是说……只要陛下病了，而且是会传染的病，太后那么怕死，肯定会把你送去行宫隔离。到时候天高皇帝远，咱们想干嘛就干嘛。干了！当天下午，赵恒在朝堂上晕倒，满脸红斑，太医们吓坏了，谁也不敢确诊，只敢说是急症。紧接着我也病了，症状一模一样，
一时间谣言四起。太后虽然怀疑，但不敢拿皇帝的命，更不敢拿自己的命冒险。就这样，我和赵恒被打包送出了皇宫。闲杂人等不得靠近，封死行宫大门。我们终于出来了！啊！农农，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吗？这是红尘的味道，甜的。西郊行宫偏僻，看守不严，大家都怕被传染，躲得远远的。晚上，我老爸竟然偷偷摸了进来。老爸！哎呦，我的祖宗是不是瘦了？这就是陛下吧？幸会幸会，我是沈世行，这丫头的老爸也是你未来的合伙人。沈爱卿，久仰大名，多谢你的粉末。别整那些虚的，咱们今天只谈吃喝。他从包袱里掏出切好的羊肉、毛肚和鸭血。那晚的火锅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。父亲一边烫毛肚，一边给赵恒讲道理。今晚咱们不论君臣，只论常用，这叫团建，增加团队凝聚力。陛下，您看这火锅，各种食材放在一起煮，如果不搅动，底下的就糊了。治国也是一样，各方势力都在这锅里，您得是那个拿勺子的人，不能让任何一方独大。那太后呢？太后就是这锅底的老辣椒，虽然呛人，但没她这锅汤没味儿，也没那么快沸腾。您现在的任务是让自己变成一块冻豆腐，看着软，其实度量大，能吸味儿。等吸足了味儿，您就是这锅里的主角。赵恒听得若有所思，眼神逐渐坚定。那晚，赵恒笑得放肆，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少年。我们在行宫躲清静，宫外却炸了锅。太后为冲喜和拉拢人心，举办了赏花会，全京城的诰命夫人都受邀参加。我妈妈当然也在其中，她是全场最有钱的女人。据说那天的场面很精彩，几位尚书夫人联合起来想挤兑我妈妈。哟，这不是江老板吗？听说您家沈大人最近在搞新政，要把地分给泥腿子。商家出身就是眼皮子浅，不懂规矩。我家老沈那是为国库增收，是为了大梁的基业。倒是听说您家老爷负责的河运年年亏空。要不我让我家账房去帮您查查账，免费的。对了，您家在通州的铺子还欠江家钱庄3万2没还吧？那位夫人的脸瞬间绿了，扇子都摇不动了。这时候太后来了，她看着我娘，眼神复杂，带着几分审视。江氏，哀家听说你在江南见了不少女学。回太后，是的，民妇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得势骗人的鬼话，女子有了本事才能相夫教子，更能为国分忧。哼，歪理！你就不怕把心给养野，将来没人敢娶？心野了，眼界就宽了。太后当年如果不野，能在这深宫中杀出重围，坐上这个位置吗？你这性子倒跟哀家年轻时像，可惜你若生在皇家，天下怕是要变个样子。罢了，赏。谢太后隆恩。行宫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半个月后，我和赵恒身上的红斑消退了。太后下令让我们回宫。回去的路上，赵恒一直很沉默。我看着这个渐渐褪去稚气的少年，心里有些欣慰。怎么了？农农，这次回去真不能再躲在你们身后了。沈爱卿说的对，真要当那块冻豆腐。但豆腐也要有硬度，不然一煮就烂了。回到宫里，气氛果然变了。太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开始频繁调动禁军。我老爸在朝堂上也遭到更猛烈的攻击，每天都有人弹劾。一天夜里，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是赵恒身边的小太监小林子。快，陛下被软禁了！太后要逼陛下立诏书，让荣王世子继位。废帝，太后终于图穷匕见，她觉得赵恒不好控制，想换个更小的傀儡。事情大条了，这是政变。我爹呢？大人刚才带人闯宫，被困在午门了。我冲到床边，从暗格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布包，里面装的是面粉，还有几罐辣椒粉。这是我老爸教过我的物理化学课。走，
去救驾。今晚这大梁朝的天要被我沈浓浓捅个窟窿了。没有月亮的夜晚很适合干坏事。带路。皇宫乱了，到处都是火把和喊杀声。太后下了血本，调出了全部禁军精锐。我们躲过2波巡逻队，摸到了乾清宫的偏殿，大门紧闭，门口站着2个铁塔般的侍卫。沈小姐，那是太后的死事，杀人不眨眼的。没事，我让他们哭着眨眼。哼！接送快递。别废话，跑！可是外面往哪儿走？外面现在全是辣椒味，够他们受的。我们那边肯定出不去。谁说要走门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宫里的排污渠，直通外面的护城河。这太脏了吧！这是生路，赵恒死在这里是烈士，活下去才是皇帝。时间不停歇，仿佛我也已出口处停着一辆巨大的运泔水和夜香的木车。老爸，嘘，别说话，有人来了，进去。我这，陛下，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？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越王勾践能尝分问疾，您要是连这都忍不了，这皇位你也别做了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官爷。这就是些不干净的东西，怕扰了贵人，趁黑赶紧送出去。滚滚滚！真晦气！我们就在这令人作呕的味道中逃出了升天。我在黑暗中握住赵恒的手，发现他不抖了。我知道那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少年天子死在了那个木桶里，活着出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复仇者。我们顺着夜色一路狂奔到了西山，西山脚下有一座巨大的庄园，那是沈家的产业，名为格物院，名义上是造纸厂，实际是我老爸的科研基地。一下车，赵恒冲到河边吐了个昏天黑地。陛下吐干净了，咱们就开始干活。庄园外围挖了深壕沟，墙头堆满了沙袋，数百名身穿工装的汉子，手持长矛，列队整齐。这哪里是工厂，分明是堡垒。老爸，这是要造反啊！什么话？这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。我们刚进庄园，京城方向就腾起了狼烟。太后发现皇帝丢了，全城戒严的钟声敲响了。老爸站在瞭望塔上，看着远处的火光，眼神锐利。太后应该是已经知道陛下逃了，既然她想玩硬的，那我们就陪她玩玩。老沈，京城的银号我都打过招呼了，明早停止一切兑换业务。运往京城的粮船和煤车也都停在了通州，我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供应链，不出3天，京城就会变成一座死城。江姨，您这是？这是商战，没钱没粮，我看太后拿什么养兵。格物院的防御战开始了，太后调集了3000禁军包围了庄园，领头的是个王将军，拿着太后懿旨骂骂咧咧。沈世行，交出乱党，否则踏平你这破庄子！王将军，别喊了，嗓子不疼吗？你手下的兄弟们，这个月的军饷发了吗？少废话！我听说太后为了修园子，把军饷都挪用了。兄弟们，太后给你们发的是鲜了沙子的媚米吧？我这儿有红烧肉，有白面馒头，还有现银。一时之间，底下的士兵开始骚动，有人偷偷咽口水。妖言惑众，放箭！
启动防御。墙头上并没有什么大炮，工人们推出几个大缸，往外泼洒黑色的液体，那是臭鼬痰。老爸用腐烂的内脏发酵出来的，奇臭无比。外面的士兵被熏得直吐，根本拿不住弓箭。紧接着，工人们又往地上泼了大量的油脂。那些想冲上来的士兵脚底打滑，摔成一团，禁军退了。他们本来就不想打，现在更是没了士气。啊，这就是格物致知的力量吗？这是化学战和物理战，击退了第一波进攻，但形势依然严峻。太后封锁了消息，对外宣称皇帝生病，由荣王世子监国。荣王从北边调来了5万大军，正在赶往京城。局势危急，太后封锁消息，荣王大军压境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们必须在这盘死棋中寻得一线生机。京城虽是龙潭虎穴，却也是这场胜负的关键。我们得主动出击，但绝不能用蛮力。兵法有云，攻心为上。既然荣王有大军，那我们便送他一场避无可避的舆论战。怎么打？发报纸吗？报纸是有钱人和读书人看的，百姓不识字，报纸没用。我们要用他们最熟悉、最听得懂的方式。当天晚上，京城的茶馆酒肆里多了很多说书人，他们讲的是恶婆婆囚禁亲孙子的段子。街头的乞丐和小孩开始传唱一首新的童谣：老妖婆做金殿，求真龙，想篡权，吃燕窝，穿绫罗，不管百姓没米锅。与此同时，江家的戏班子在城外搭台唱戏，演的是一出《狸猫换太子》的改编版，影射太后想要扶持傀儡，谋害真龙天子。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京城，太后的名声一夜之间臭了大街，连禁军里的士兵都开始私下议论，觉得自己是在助纣为虐。太后在宫里气得摔碎了最心爱的汝窑茶具，可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她抓得住人，抓不住人心，经济封锁的效果开始显现。京城的米价涨了10倍，煤炭有价无市，冬天快到了，没有煤，京城的权贵们冻得发抖。阁务院这边却是热火朝天，老爸搞起了大锅饭，每顿都有肉。那些原本动摇的工人和护院，现在赶都赶不走。赵恒也变了，他跟着工人们一起推车搬砖，他的手上磨出了茧子，脸晒黑了，眼神却越来越亮。一天晚上，我和他坐在屋顶上看星星。No， 朕以前觉得治理天下就是批奏折、平衡大臣的势力，现在朕才明白，天下是这些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们要的很简单，一碗热饭，一件暖衣，一个公道。如果连这都给不了，朕这皇帝当的确实窝囊。陛下，你现在悟性很高嘛？老爸说这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。沈尚书确实是大才，等朕夺回皇位，一定拜他为相。别，我老爸的梦想是退休当咸鱼，你别折磨他。而且，你还得先过了眼前这一关。我指了指远处，黑暗中隐隐传来马蹄声。荣王的5万大军到了，决战的时刻比预想的来得更快。第一天的对峙很紧张，荣王的军队在外面架起了投石机，老爸却不让人放箭，只是让人继续用大喇叭喊话。对面是荣王的军队吗？听说你们一路急行军，还没吃饭吧？我们这儿正炖肉呢，香着呢。随着喊话，城墙上架起了几口大锅，煽风点火，红烧肉的香味顺风飘了出去。对面的士兵肚子咕咕叫成一片，荣王气急败坏，进攻！拿下庄子，赏银万两！士兵们硬着头皮冲上来，但他们迎接的不是箭雨，而是无数玻璃弹珠。别打了，都是自己人。三荣王想造反，你们也想跟着掉脑袋吗？皇上就在这儿，谁敢动手就是弑君。朕乃大梁天子赵恒，放下武器者，朕恕你们无罪。士兵们愣住了，但没人动。
因为娘切断了荣王的粮草线，荣王的后勤官刚刚跑来报告，粮草被劫了。一直没有粮草，又面对真皇帝的军队，哪还有心思打仗？第二天清晨，局势彻底反转，这不像是一场战争，更像是一场大型认亲现场。漫山遍野的百姓拿着馒头和鸡蛋，冲向了荣王的军队。孩子，别打了，回家吧。荣王那是造反，是要遭天谴的。百姓们穿梭在军营里，送吃的送喝的。荣王的士兵也是穷苦出身，看着这些大爷大妈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老爸娘，手里的刀根本砍不下去。放下武器，不杀自己人！成片的士兵扔下了武器，坐在地上吃馒头哭。荣王见大势已去，骑着马想跑，却被那个早有一心的副将一箭射落下马。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欠了老子3个月乡银。就这样，5万大军土崩瓦解，我们赢了，赢得莫名其妙的轻松，没有血流成河。休整半日后，我们向京城进发。这一次，赵恒骑在马上，走在最前面，不需要攻城。京城的守军看到那面黄龙旗，直接打开了城门，百姓夹道欢迎，他们高呼万岁，也高呼沈青天。但我老爸却躲在了马车里，风头太盛，容易被打。这时候就该让皇帝去享受荣光，咱们闷声发大财就好。怂样。队伍一路畅通无阻，直抵皇宫。宫门大开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太监宫女，此刻跪了一地。我们走过长长的御道，来到了太极殿前。大殿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太后一个人，穿着隆重朝服，端坐在凤椅上。你们来了。皇祖母收手吧，收手。哀家这一生斗赢了先皇的宠妃，斗赢了权倾朝野的宰相，没想到最后竟然输给了一个厨子和一个商妇。沈世行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回太后，微臣只是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人，是你非要打破我的平静生活。好一个普通人，你们以为这就赢了吗？哀家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们陪葬！不好，快撤！捂住口鼻，趴低身子。为什么要救哀家？因为朕不想成为和你一样的人。时代变了。太后被软禁在寿康宫，从此吃斋念佛，再不过问政事。赵恒亲政了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新政10条，核心思想就是我老爸那套富民强国。至于我老爸，他拒绝了宰相的高位。老爸在辞职信上这么写：陛下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赵恒无奈，封我老爸为逍遥王，封我娘为一品诰命夫人，封我为安国公主。但我家还是那个样子，没有王府的排场，只有烟火气。3年后，登基大典上，赵恒一身龙袍，站在高高的祭台上，万民朝拜，山呼万岁。他的目光穿过层层人群，落在了角落里。我和老爸娘正躲在那里嗑瓜子，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。他微微一笑，伸手摸了摸腰间那块有些磨损的青玉佩，我也笑了，摸了摸腰间挂着的那个布老虎。大典结束后，赵恒微服来到了我家院子里，我正和一群小孩跳皮筋，大黄老了趴在廊下晒太阳，老爸正在捣鼓他的新发明，一辆木头做的脚踏车。老婆，快来看，这玩意儿能跑！小心摔着你的老腰！哎呦！
赵恒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眼中满是柔和。陛下，您怎么又来了？不用处理文书吗？赵恒熟练的打招呼，然后走到我面前，他手里提着一盒点心。这是御膳房新做的奶油泡芙，你尝尝。还行，比我老爸做的差点儿。沈叔，朕今天来是有个问题想请教。您当年说的那个一夫一妻的理论，在皇家能不能实行？院子里安静了，老爸和娘对视一眼，露出了姨母笑。那个，我差点被泡芙噎住。陛下，臣叫您格物民权，视为百姓。至于感情，就看您能否守住一心一意的诺言了。朕守得住。至于未来，管他呢，日子长着呢，只要有好吃的，有家人在，哪里都是好日子。